熊过去了，哎呦，吓我一跳！这里是黄石，世界第一座国家公园。这里是传说中足以毁灭文明的末日火山，也是野生动物的家园。这次我们驱车1000公里，跨越4个州，从西雅图直奔黄石，开启一次真正的美式公路旅行。在这期影片里，你不仅会看到极致的风景，更会直面风景背后的危险。华人在美国深度自驾会遇到哪些真实的困扰？抛开滤镜，在美国长途自驾旅行体验到底如何呢？欢迎来到大白小雨的公路旅行，我们现在就出发。靠北啊，这路怎么开不完啊？这是我们出发去黄石的早晨，路上的吃的什么？还有2根黄瓜。我们的公路旅行开始了。逃离了拥堵的西雅图市区，我们驶上了90号高速。作为美国最长的洲际公路，90号高速贯穿北美大陆，全长近5000公里，从太平洋的西雅图直达大西洋的波士顿。车轮一路向东，车窗外的地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西雅图标志性的常绿森林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连绵的黄色山丘，直到哥伦比亚河峡谷出现在眼前。远古的火山喷发和史前洪水在大地上切出了这道巨大的裂痕，成为了不可思议的地理分界线。跨过这座峡谷，我们就真正告别了温润的西海岸，一头扎进粗犷的内陆荒野。经过1天的长途奔波，我们终于抵达了华盛顿州的第2大城市斯波坎。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们是大白小雨。那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一次全新的公路旅行。这次我们要穿越1000公里，然后跨越3个州，还要跨越1个时区，然后到达黄石国家公园，世界上第1个国家公园。对，那这回呢，我们有几个梦想清单需要去实现，在沿途吃一个最古老的 diner。台湾是100年的老店，但是美国呢就是叫 diner。还有在黄石公园里野营，看一次地热喷发，体验一次北美野牛的堵车，寻找一头野生熊。对，这个我觉得挑战是最大的，咱们一一去实践，好吧？好吧。斯波坎位于华盛顿州最东端，是我们前往黄石的第1站。奔腾的斯波坎河穿城而过，在城市中间砸出一座巨大的天然瀑布。作为昔日的铁路枢纽，斯波坎总给我们一种奇妙的时空错位感。明明身处美国的西部，却仿佛穿越回了100年前的东部老城。这是一个1906年的一个车厢，是总统车厢。它的餐厅我看写的是1931年开的。美国有很多像这种小餐厅都是就是自己家开的。这如果在台湾的话，高低得卖卤肉饭吧？对吧？起码吧3代。已经坐到了美国的1906年的一个老的火车车厢里，在这里体验这个美国的街边的小吃店，完全是跟就是一个火车的，我觉得是一个餐车的感觉，座位都是这种酒红色的座位，是吧？最大的特点呢是这边我可以能看到他们的厨师在做饭，那我们可以点餐了。这个是牛肉，感觉炸得很棒。我这个是麋鹿肉，你尝尝。哎。好浓的洋葱味儿，哇！这个肉跟牛肉不一样，它是那种有点那种肉筋的那种粒儿。说实话，这个肉如果和成酱，要做成那个胡椒饼也可以，我觉得。哦，是吗？嗯。这个是炸牛排，搭上一点这个芝士，脆脆的，好吃，一嚼的时候才流出那个汁儿来。我觉得它这个餐厅的味道比我想的要好，是吧？下一站呢，我们要穿过爱达荷这个州。对，因为它这个州呢其实是2个州之间有这么一个小的角，然后进入蒙塔纳。我们的黄石之旅继续向东，离开斯波坎就算彻底告别了华盛顿州。今天我们要行驶300英里，穿过爱达荷州的狭长密林，一头扎进苍茫的蒙大拿州。Welcome to Montana。下午是现在5点钟。但是我们后面还有3个小时呢，真好累呀！好累。我现在都已经晚上7点了，快，但是天大亮，我都开了整整的下午半天，还没到。虽然说在美国公路旅行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他们都是靠这种汽车去出行，但是真的也不容易啊。美国公路是什么特点呢？真的好走，大家也真的文明，路呢也很宽很平，但是呢，它就是怎么开怎么都
到不了。准备来美国旅游的朋友一定要租一个至少带半辅助驾驶的车。我们终于到达了，现在已经晚上9点了，是这种阳光，就感觉不太像是晚上9点的阳光哈。对呀，原本要开5个小时的路，竟然开了7个小时。我们俩出来找饭吃了，但是发现因为我们俩到的时候已经9点多了，所以现在很多店都关门了，就连 KFC 都关门了。今天只能吃泡面了，还好我们俩拿了泡面，吃了2份泡面，然后加上今天中午剩的剩饭，然后就今天晚上就过去了。明天呢，我们2个人要继续往黄石方向进发。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们要吃饭了。早啊！早啊，大家走了，今天是第3天了，还没有到黄石呢。是，但是今天我们就要到黄石了。自驾黄石的第3天，我们目标直指西黄石小镇。以前总觉得公路旅行很浪漫，今天算是彻底领教了美国公路的漫长。望不到头的柏油路，直接把我俩的体力耗到了极限。我靠维啊，这路怎么开不完啊？看我们2个人此刻的状态。找了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空一空腿。怎么美国这么远这么大呀？太远了，你看这山里头。我们到这个西黄石的镇子了，来看一下我们西黄石订的小木屋，它算是一个 motel。这边有电视，你看这个床其实还是我们订的是一个 queen bed 的，也就是小的双人床。然后它后面竟然是这种大木头的靠背，然后这边有小咖啡台、冰箱都有。这是小的一个卫生间，这里面很小，这有一个小马桶，小的洗漱台，里面是一个小的淋浴。小淋浴。对，哎，你看它连那个喷头都很小，哎，是，不是那种咱们酒店的那种大的，什么洗漱的东西都给了。对，都有。对，什么都有，很小而精。挺好的，挺舒服的感觉。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美国传统的 motel。对，就叫汽车旅馆。对，但是以前大家都说美国的 motel 比较危险，其实我觉得也分地方、分地点。对，我觉得这种就很安全。对，然后还是这个复古的空调，声音巨大。对，我这回才会深深的理解汽车旅馆。对，就是美国的公路文化衍生而来的。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开门进来就是这个卧室。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从外面才能感受到它是汽车旅馆。这个房门打开之后啊，就是它的院儿，你会看到自己的车停在外面。基本 motel 都是2层楼，它的卧室其实就对着大街，这边就是路。对，它不像酒店一样说它有一个酒店大门，然后你进去以后是楼房，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安保啊什么的。对，然后这就是 check in 的它的办公室。傍晚时分呢，我们来到了西黄石小镇。今天这有国庆的活动，有音乐节，然后还有晚上还有烟花表演。对，我跟你说，现在其实已经8点了，对，但是那个太阳感觉像下午6点一样。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就是非常道地的墨西哥的街边路边摊，算是。它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白色的校车，能闻到特别香的那种炒肉的味道。对，非常香。我们要的是一个牛肉的铁板烧，我要了一个 burrito， 就是它墨西哥就是那种肉卷儿，就好像咱们自己炒的菜。对，就是牛肉炒青椒、炒洋葱，还有什么西红柿。豆酱就跟那豌豆酱似的。对，香香的，而且也不是特咸，挺好吃的。这饭本身是没什么味儿，你看它红的，那并没有辣味儿，就得就这个牛肉。牛肉香，真香，牛肉、青椒、洋葱。您觉得这是咱们自己会做的饭？我家的牛肉。你看这个像不像咱们的烙饼？对，卷菜、卷肉。是。而且它的量很大呀，你看这是一整个。哇。它里边有米饭，有牛肉碎，然后还有青菜、西红柿、香菜、生菜、洋葱、奶酪。我觉得最有特点的是它里边有米饭。对，基本上我感觉就是我的这个对，给它卷成饼。是。西黄石小镇的美食与狂欢彻底驱散了一身的疲惫。今天一早，我们终于驶入了黄石国家公园。黄石在19世纪曾是一片被迷雾笼罩的神秘之地，直到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通过摄影师的镜头与画家的画笔，世人终于目睹了这片自然奇境的真实面貌。
黄石的总面积将近9000平方公里，差不多刚好是1/4个台湾的大小，或者4个日本东京的面积。要在这么广袤的荒野里完成我们这次定下的全部目标，光靠体力可不够，还得有点运气。到底这次能不能实现呢？跟着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吧。这边看景色的人可以用游人如织来形容，就像一个商业街一样。对，它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地热都是在一片荒地上，实际上是就跟盐碱地似的。你像它有热量，它不可能长那种草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水汽只要经过你的时候，哇，就感觉很热，像熟鸡蛋的。对，像煮鸡蛋，感觉很像参观咱们之前泡的那种温泉的池子一样，好像大家都来泡温泉，然后有不同的池子可以选择。其实我们脚下的整个黄石国家公园都坐落在一座活跃的超级火山之上，在地表深处潜伏着巨大的岩浆库，地下水被加热后沸腾上涌，造就了这里色彩斑斓的热泉。上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感受地热，还是在台湾的阳明山上。阳明山的地热像是藏在青山绿水里的仙境，而黄石给我们一种末日般的震撼感。现在画面里是黄石最著名的大棱镜温泉。1871年，探险队第一眼看到它时，被眼前绚丽的色彩深深震撼，因为它的颜色跟光线穿过光学棱镜折射出的七彩光谱完全一致，大棱镜这个名字由此诞生。然而在这绚烂的色彩之下，其实暗藏着致命的危机。最骇人的惨剧发生在2016年，一名23岁的游客无视警告，离开木栈道去寻找野温泉。他不知道温泉周围的地面极度脆弱，不幸滑入了高达100度的强酸性废水中，最终这名游客被彻底溶解，救援队连他的遗体都未能找回。我们现在走在大棱镜上面，其实是看不到它什么的，它是一个大平面，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平平的一个水面，那所以说应该去对面对这个山上才能看到它的整个的样子。但是在下面你可以感受到，哇，这个热风，这个热气会吹到身上，然后能看到那个风是整个盘旋状的，把它这个烟都吹起来的，是就能感觉到它真实的温度，但是只能看到一点点颜色，是黄色、绿色、蓝色。老钟石间歇泉就要喷发了，然后身边有多少人在这等，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盛况。现在感觉是大同电锅马上就要起锅了，现在应该哒哒哒哒哒，对，应该哒哒哒哒哒，准备那个咔嗒一下。哎呦，出来了，好像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啊！哇，这真是太高了。Oh my god! 大家都在鼓掌，大家在给一个喷泉鼓掌，打卡老钟石成功。看完间歇泉喷发呢，终于得到了我们喜爱的纪念品。我们想把它贴在冰箱上，是，感觉不错。离开了老钟石间歇泉，我们驱车一路向东，很快一片湛蓝映入眼帘。这里就是全美最大的高海拔湖泊黄石湖。今晚我们预定了湖畔小木屋，准备伴着这片绝美的湖光山色，好好休整一夜。到今天晚上订的酒店了，其实是一个小木屋的形式，它在黄石公园里边，很难订哦。刚才在酒店里说吃饭，但是一看还是汉堡、薯条，然后我说那咱们吃泡面吧，因为刚才也看到有华人在这吃泡面。公路旅行确实真的是不太容易，就是一种体力、耐力的一种考验，我觉得就没有那么轻松。尤其是对于亚洲人来说，在这儿这个饮食其实也是个问题。对。但是其实我们俩适应性还行，但是呢，多亏买了这个方便面这些东西储备，有些储备还有矿泉水，我买了一大箱矿泉水，在这儿每天就是缺水。好了，我们的方便面快好了，一会儿品尝我们的美味吧。在这个大厅呢有微波炉，但是没有那种什么商店可以买吃的，只能吃它的餐厅，而且餐厅里面菜感觉挺一般的。而且整个大厅只有中间那里有 WiFi， 就是到这边角这儿就根本那个 WiFi 连不上，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木屋基本上属于没有 WiFi 的状态，没有网的状态。我觉得来黄石最好拿一个 Starlink， 我们俩的 Starlink 在车里面。
OK。哦，我天哪，好大的房间啊！其实它是一共6间组在一起的，然后它是这样一间一间挨着的，有点像酒店。请问这可以拿走吗？应该不行。不行，这个要20块钱，付费，再加 tax。你看它椅子都是木头的。对，这边洗手间看看，这洗手台也挺大的感觉哈。最搞笑的时候，刚看到这个香皂是小熊，可爱。马桶、还有浴缸呢。浴缸，哇，真棒，设施特别好啊。今天回来晚了，对、都没看到白天的这个样子。对啊，因为我们刚才在大厅去用它的网，因为这边没有网，所以就耽误了一会儿时间。就是这个房间其实我订的是330，每天的价格都不一样，可能明天就更贵了，500-600得。对、对，而且到那边的酒店，如果不是这种小木屋酒店的话，会更贵，可能一晚就要600-700块钱。正在等待星链连接，现在在测网速，这是下载速度快不快？啊，300多兆下载速度。没问题，看4K 视频都没问题，很棒啊，星链。早上起来是动物最多的时候。今天我们的目标呢，从风景呢，我想转向为找动物。那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再实现我们的心愿，一个是熊，还有一个是野牛堵车，对，好吧？咱们出发。一大早，我们从黄石湖畔的小木屋驶入北上的公路，进入了海登谷的区域。这里的地热资源很丰富，绿色的草甸上冒着热腾腾的白烟，有种世界末日的既视感。据说这里的清晨能看到很多野生动物，不过我们走了好远，也只远远地看到零星的野牛、鹿，还有水里的小鸭子。我们边走边寻找熊的踪影，但还是一无所获。感觉我们经过这种草丛里面特别容易有熊，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果你不是来一直等的话，你可能就是很少的机会。那边有那个野牛，对，就是挺远的。现在，这块是一个大平原吧，然后它有很多草甸。我觉得熊的可能性太小了。对啊，这边的路上空荡荡的。我们满怀期待地在海登谷转悠了大半天，结果连个熊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在我们有点失落的时候，猝不及防地被眼前的景色震撼到了。前一秒我们还在一望无际的平坦草原上，下一秒大地就像被一刀劈开，直接断成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这里就是著名的红石大峡谷。今天没怎么找到动物，但是呢，偶尔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野牛在这个草地上好近啊，打滚儿，在吃草。但是你想看到熊，其实是非常难的。好痒哦，好痒。它好像后背上有虫子。在我面前就是北美野牛，我现在离它非常的近，然后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压迫感。北美野牛是北美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当我站在它面前时，紧张到一刻也不敢松懈。别看它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卷发，平时走起路来慢吞吞的，其实脾气特别火爆。它一旦冲刺起来，时速能飙到60公里每小时，而且最吓人的是，它发起攻击前毫无预兆。黄石经常发生野牛伤人的事件，所以大家来这儿遇到它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不然你就会变成这样。太开心了！碰到了一头北美野牛穿过马路，是造成了堵车，太逗了。我们俩到峡谷的这游客中心，我们俩找了一餐厅，然后要了一份汉堡，一个套餐是15块9毛9，然后另外加了一个汉堡6块9毛9，价格还可以。还有一个软饮4块多，对，还是很不错的吧？这个价格，如果在景区的话。今天选的是这个叫 Canyon Campground 的，就是峡谷的一个露营地。然后他说这个营地是一个有熊的区域，都这么说，都这么说，但是从来没见过熊。那这又是我们的梦想清单的其中一项，就是在黄石里边露营。那个。我们
们刚刚搭完帐篷，那现在的方向呢是那叫 Lammer Valley， 是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官方说明上写的，说是一个熊啊、狼啊，对，能观测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要去那边看一看。然后我们刚出营地呢，这边的风景就已经变化了，我们已经上到一个高点。但是呢，我怀疑我们可能得到了傍晚，然后有可能才能看到，也不一定。不一定。一开进拉马尔山谷，视野一下子就打开了。河水穿过草甸，成群的野牛就在路边低头吃草。这里简直就是动物们的天然自助餐厅。我们放慢了脚步，耐心地等着与熊相遇的时刻。大家都停在这儿，怎么了？对啊，山上也有人在等，拿着望远镜，而且感觉他们看到什么了？对啊，看这片水域特别像熊会来的地方，但是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啊！我靠！哇，它走得好快！是吗？是。小雨看到熊了，是熊，是熊！我拿手机这样拉过去，我才能你拍到了，我才能模糊的看到它。是熊。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看见熊了，我拉过去了，太开心了！我们的心愿实现了，我们看到熊了，看到真熊了，而且是一头大的棕熊！天哪，实现了！只不过非常的远，它现在没有走过来，然后它好像在吃东西。是，咱们再等一等好吗？因为我觉得它最终是要上水边，没人要捕鱼，有可能。再看一下啊！大家都跟着熊往左走，我们就往左走；熊往右走，我们就往右走。哇，现在这边彻底堵上车了，然后小雨已经上到上面了，等的时间要比拍摄的时间长。是。他还在往过走呢。他过来了。小雨，你往右挪，靠着我。你这边看见了吗？哦，看见了。就在咱们面前，哇哦！他过来了。哇他过来了。哇，他往前走了，他要走到河边了。他走了，不要走啊！由于一个人在这鸣笛，结果大家都拍不到了，然后熊躲树坑里，然后出来以后就跑了。太阳要落山的时候，大家都兴奋起来了，因为现在已经就是淘汰了很多就是不想等想路过的，然后现在站在这儿的长枪短炮，还有人下去都准备捕捉熊要过来了啊！现在熊山上也有了，感觉这些熊好像都是来这条河的，是来喝水吗？应该是要来吃饭了，我觉得就像我也饿了一样。对，但是我们还不能吃饭。是，大家一会儿说左边有，一会儿说右边有，在哪儿啊？在哪儿？警察叔叔在催人呢。对，警察叔叔在清理，他亲自下来了。两头，我靠 ，Two bears！ 哦，他们去抢那个肉了。是，那有一头死鹿哈。他想试探一下我能不能也吃一口。是，看他哎，这两只熊又聚过去了吧？他想试探他愿不愿意跟他分享。他在绕圈儿，然后那只熊呢一边吃一边在观察他，抢食呢。鉴于现在天空渐渐要暗了，我们还要赶回我们的营地，所以只能就到此了。估计熊也不会过来了。好多人还在看，其实已经看不太清楚了。那我们也算是不虚此行了。咱以后有机会，咱们弄个望远镜，再换个镜头，对，真正的拍一些好片出来。这个点儿都出来吃饭了，现在清楚了吧 ？Oh my god！ 我还是很害怕它的。近吗？近。Oh my god！ 清楚吗？太清楚了。最清楚了吧？太清楚了。哎呀，这是最近的一回。天哪，太近了，太近了。太近了，我们就车贴着它过去的，都能闻着它身上的牛肉味儿了。对。就在我们准备收工回营地的时候，拉马尔山谷里突然下起了雨。我们原以为黄石之旅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这只是奇遇的开始。
瞬间就停了好多车。对，这个熊太吸引人了，是大家都来看熊。是我们今天啊，灰熊、黑熊，对，都看到了，都看到了，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太好了。看到大家好像都在车里，对，在车里会不会熊就是离得近？哦，这是我，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我天哪，小雨，啊，我们好近啊！看到熊了，哇，好近！还是咱们印度哥们儿牛逼，直接下车了，我靠！哇，熊过来了！哇！哇，有史以来距离熊最近的时刻到来了。如果你看到它离我太近了，你就帮我关一下。我天哪！哦天哪，天哪！ Bear， 熊你好。它在吃草啊，它在吃草。我天哪！我们看到野生黑熊了，小雨正在记录，好近啊！哇，它要下来了是吗？它要下来了，它要过来，它要过来。天哪，这也太近了吧！太近了，太近了！你现在都能拍到它大头了吧？啊！哦天哪，它走过来了，它下来了，它走过来了。我把窗帘开一点点，但是好像它对咱们好像毫无兴趣啊。可能是，但也有可能不是。对，哇，它好像越来越近，它越来越近了。我给你关上点窗户啊，我怕它爪子一会儿立上来。它太近了，太近了，太近了是吧？它只要别回手掏我就行。不会，我这给你准备着呢。哇天哪！现在已经晚上8点，9点13了，还没吃饭啊！急需喝水和吃饭。对，我们要赶紧赶回营地。对，看现在乌云密布，而且我们正在翻一个山梁。对，还有24分钟吧，我们才能回到营地。对，今天这集我们的影片就结束吧。就到这里了吗？对，如果大家觉得可以还不错的话，给我们点个赞。对，关注我们啊，关注。天哪，我们现在正在翻这山梁啊，这个山现在正好在最高的地方，正在打闪。天哪，我们得赶紧走。我们赶紧走吧，我天，太恐怖了。天哪，这雨，我的视线都模糊了。我天哪！哦天哪，我们慢一点开吧。哦天哪！天边红了。红了。哎呦，熊过去了！哎呦，吓我一跳 ！Oh my god！ 哦天哪！我没拍到。你没拍到？我没拍到，我没拍到。我刚才刚开机，哎呦，吓我一跳！熊直接从这个路边跑过去了，然后而且是黑着灯的时候，我们俩车都吓了一跳。OK。A bear, black bear。我天哪！他就突然就这儿，就在这儿呢，他们在照。帮我把双闪打开，小雨，看他们在照。我天哪！哇！吓死了，吓死了！天，吓死了！哇，就在这儿，就在这儿。突然我都对不上焦了，对不上焦了。我刚才差点撞到熊。我刚才拍了哈，记录了。对对对。而且刚才他们正好拿探照灯，能照了一下那熊，我拍到了。啊！哦天哪！在这儿开车还不能快。而且这边我们今天晚上要露营，刚才那个看熊的地方就是我们露营那地儿，对，差得不远，就是一片森林。我靠！太极限了，今天。天哪！这雨下的。哎，看看超市有人一会儿吧，雨小点了，然后看看超市里有什么卖的东西吃没？对对。看加油站还能不能吃了？再看有什么？哎，拜姑奶。真的冒白烟。冒白烟吗？嗯，跟地热似的。哦天，还在长啥高？8。可能是，哎呦。
我们走着过来。现在我们到露营地了，外面下暴雨，然后还有熊，真的有熊，我误会黄石了。对，真的有，真的有熊，因为刚刚在营地外面，马上到营地的时候，我就差点撞了一头熊。哦天哪！刚才那一幕真是吓坏了我，在暴雨中有一头熊从我车前面穿过，而且刚好是一个小拐弯的时候，我们刚拐过来，然后灯晃到那只熊的时候，那个熊开始发动，然后就跳起来穿过去了。我还以为没有熊，然后掉以轻心，觉得这个吹帐篷什么的都没事。我们现在把熊喷都在我兜里呢。所以人家说你在一个熊区里边，确实就在熊区。对，它确实是。然后你刚才刹车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说掰方向盘指着刹车了？指刹车了，我没法掰方向盘，旁边悬崖峭壁的，我怎么掰？对，前面都大沟。咱本来想煮方便面的，根本就没戏。听听现在这雨的声音，能听见吗？你看到现在都还没进去，知道吗？外面漆黑一片。漆黑呀，什么都看不见。你别说，还挺好吃。我们来先确认一下这个营地的安全啊，然后再没有熊。对，然后我们再下车。没有被动过的痕迹。这个雨还挺大的。真大，这黄石的雨真大。一会儿一阵儿。是。幸好把外帐扎得很结实，看我们这2个睡袋，然后还有一个虫被，你看这是虫被，这是我的这围巾，然后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熊喷，哎呀，这个一定要有。对，熊喷。OK， 我们可以先躺下了，好吧？好。我们现在正在黄石国家公园露营，而且就在刚刚，我见到了棕熊、黑熊，还差点撞到一头熊，还差点在暴雨的山路里撞到了一头黑熊。然而我们现在就在黄石森林的公园里露营，然后外面还下着大雨，而且这个露营地也是熊区，就在刚刚下大雨，大到我们2个人都进不了帐篷。现在终于雨小了一点点，我们赶快进来了。行，所以说此时此刻，现在我觉得还是很惬意的，对吧？对，雨又开始下了。而且今天下雨是特别大的雨，然后还一直打闪。是。OK， 晚安吧。晚安，大家。看完黄石的公路旅行之后呢，我们俩来总结一下我们所有的开销，以及我们这次总结的所有的经验和感受。我们俩从西雅图开到了黄石，其实开了1000多公里。我们俩一开始是每天计划可能要开300英里的路，但是实际上5个小时的路程，其实最后开了7个小时。对，你中间还要休息吗？对，非常非常累，英里会感觉非常少，但是换算成公里就非常多了。是，如果你开300英里一天的话，就相当于要开500公里。我们俩现在一边看着足球，一边开着车。我是听。对，然后我来给他做讲解。但是美国公路呢挺好开的，我倒是觉得，而且设计呢也比较科学，各种服务区呢也倒是比较完善这种设施。对，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嘛，这个大家如果来旅行的话，倒不用担心。停在这儿，然后那边还有大车的车位，他们这边大车车位特别的长，所以大货车都可以停在这儿，然后小车可以停在这边。然后这边呢就是叫休息站，然后呢有可以上卫生间，然后这边呢还有什么垃圾桶啊，那边还有遛狗的区域，因为很多人其实都带着狗出来玩。然后这个桩就是可以给狗狗接水喝的地方。我们的前挡风玻璃上全是小虫子的尸体，只能给它擦一擦了。我们俩推荐来这租车的话，一定要租一辆全智能驾驶的，对，因为确实是舒服多了。另外我们俩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买保险，尤其是当你走进黄石公园的时候，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动物嘛，是你不知道这个你的车是会开到路边陷下去，还是说你被牛给撞了。对，所以你一定要买一个保险，无论是你人还是车。
那进入美国国家公园当然需要门票了。那这个门票呢，现在是如果你买年票的话是80块钱1年，但是如果是非居民的话就是250块钱1年。那单次是35块钱1次。买这个票呢，其实是包含一整辆车所有的乘客的，它不是按照一个人。去黄石玩最重要的就是订住宿。黄石的住宿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个开销。那我们俩最先住在黄石的西门呢，西门和北门都是在这个黄石公园的外面，它也是非常贵的，每天200-300块钱。然后进入黄石公园的第一晚呢，我们俩是住在黄石湖的小木屋，因为我想的是第一天我要看所有的热温泉，然后晚上正好这个路程就到了这个黄石湖的地方，是正好到晚上。尤其是这个黄石湖旁边的这个小木屋，是整个公园里比较便宜的一个，它不算是酒店，因为酒店比小木屋可能会更贵一些。我当时订的小木屋价格是345块2毛6，其实我觉得是非常贵的。但是它在黄石公园里就算是很便宜的价格了，而且这个小木屋呢，它又比较干净，然后它有自己的卫生间，然后又比较安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那因为黄石公园的酒店实在太贵了嘛，然后我们第2天就选择住营地，一天是51块5毛1这个价格。其实在黄石公园的营地里面也算是稍微贵一点点的，不过它的位置特别好，它叫 Canyon Campground， 是一个比较黄石公园比较中心的位置，就是你去西门、北门，然后去所有的景点都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尤其是你早上如果想去看动物，或者是晚上想看动物的话，那个位置是一个非常精华的一个位置。它有自己的洗浴间，然后还有洗衣房，就是比较方便。如果你去别的营地的话，可能需要借助旁边的酒店去付款去洗澡。还有呢，就是黄石里面吃什么东西，就是你去什么地方，你能吃到的只有汉堡。每个游客中心都有可以吃饭的地方。如果你想吃到一些更好吃的东西呢，就要自己带，就是水、牛肉干、方便面。对，在公园里面的水是非常贵的，所以呢，我们俩去 Costco 买了一大箱水，花了4块钱。餐厅里面是有卖冰淇淋的，这推荐啊，推荐，对，很推荐，对，因为那个冰淇淋确实很好吃，百年冰淇淋。对，2个冰淇淋球是花了8块钱。另外呢，它里面比较实惠的就是可乐吧，可能4块钱一杯可乐，你可以随便续杯，随便喝，把杯子留着就行。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黄石里边那个非常的热，你会一直感觉很缺水。什么感觉？又热又晒又累，干，还有土，喝冰水快，都是土。就停车场这块全是土，因为它可能太要自然了，对，所有地都是沙地。黄石玩90%的时间在开车和徒步，10%的时间你可能在享受。刚才看大棱镜的位置就在那冒烟那个位置，然后我们把车开过来，徒步又回去，就为了换一个角度，从更高一点的角度去看，很辛苦，但是你看画面觉得值吗？很值得，是不是一个调色盘一样？就好像地球的眼睛一样。对，而且尤其太阳出来以后，颜色特别好看。支付的话就是手机 Apple Pay 就可以了，其实还是非常方便的，或者信用卡也是可以的。接着我们要说呢，就是美国的网络问题，就是一进到黄石公园就完全就没有网了，你的手机瞬间就断线。所以我们俩也看到了很多人带着那个小版的 Starlink Mini。对。但是如果你不太需要网络的话呢，那你就要在 Google Map 上把这个区域的地图先提前下好，离线地图。只要你一进国家公园，就绝对没有网了。然后离线地图就是你看不到图片什么样子，但是你绝对能搜索到你要去的地方。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安全，因为我回来之后查了很多资料，我才了解这个地热和动物的危险性。就是这个地热，你别看它像一个很漂亮的池子，每个池子几乎都要达到200度的高温。其实，在黄石，死亡率最高的反而是这个地热，因为大家对地热的想法。第一个可能就是温泉，就是能泡的温泉，但是实际上这个温泉它不是可以泡的那一种，它这个池子是有酸性的，所以它会修建很多的栈道，让大家在栈道上走，不要走下去。这个地面有可能是脆壳，有可能你踩上去可能会直接掉那个沸水里面，就瞬间人就蒸发了吧。然后还有就是野牛，对，野牛，那是最具迷惑性的，我觉得所有人都会觉得，哎，好可爱啊，慢慢腾腾的。它攻击你的时候，可能
就是没有毫无预兆的，可能会撞你，也有可能会撞车。据统计来说，熊伤人都没有牛多。徒步或者在里面玩露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防熊喷雾。坐飞机来的人呢，可能不会带喷雾回去，那大家就可以在那儿租一个，不用再买一个新的。最后就是说一下我们的遗憾，我们俩晚上深夜的时候回营地，我们俩一拐弯，有一头熊直接从右面窜起来，然后从我们的车前面跑。就我觉得我应该撞到它的毛了，已经。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熊看到灯光过来了，然后觉得给它照亮了，所以它就直接起来了。然后你能看到那只圆滚滚的小熊瞬间变成了一个站起来的熊，然后从车前面跑过去。大家如果看我们的影片的话，会发现行车记录仪是开着的。对。但是当时太慌了，而且很黑，小雨一摁呢，就没摁上那个保存。对，保存。然后就不知道，以为保存了呢，回去发现没有这段。我们俩回去找，确实没有这个数据了。是。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关注、点赞、3连，开启小铃铛，拜拜。